Hello，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聊一个，就是孩子常常都不理人、不回应大人，这个到底是我们的教养上面是有问题呢，还是孩子有问题？好，那这个不理人的状况，其实常发生在2岁、3岁、4岁，甚至有些下午，有些爸爸妈妈都跟我讲说，老师，我家到小2的时候还是这样，常常叫他都不回应，然后常常都不理人，这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好，我觉得这一个议题啊，我们今天主要要谈4个，等一下要谈4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常见孩子不理人、不回应、不配合的状况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等一下要谈的是孩子不理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等一下也会谈到大脑的神经学机制。然后第三个，还有这些不理人的孩子，或者是不回应人的孩子，对父母爱理不理的，那我们该怎么教？这是等一下第3个。第4段呢，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是自闭症。孩子到底有没有自闭症呢？好，所以呢，今天的这一集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的完整，很适合你觉得好难带哦，好难教哦，然后呢，你在讲他都不理你的这一群的小朋友啊，那到底该怎么教呢？欢迎等一下来了解一下我刚才讲的那4段的大纲。我今天要讲这个议题的时候，是因为一个阿公阿嬷一对阿公阿嬷，他们就来找我，他说：“老师，让我们觉得带孙最困难的地方是我们在教他都不回应，我们在教他的时候他都不理人哦。好，那有时候我们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听到还没听到。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的话赶快进来，跟这一个对辛苦在带孙的阿公阿嬷一样的感觉。我就跟他讲说。”阿公阿嬷不是你们教养的问题，因为我看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发展的问题，今天一定要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不是你们带的问题，真的没问题。那一对阿公阿嬷好，真的很能沟通，而且也会要求孩子，也会定规矩哦，也会定规矩。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跟一般爸爸妈妈一样，都知道要爱他，但是也要给他设定一些界限，我觉得非常棒。我就鼓励他们说，不是你们教养的问题，不是你们教的问题，而是这个孩子在有一些发展上面呢，有一些小状况，我们必须要来了解一下。刚好讲完了以后，我就发现，哇，在这么多直播里面，我们竟然没有讲过小孩不理人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今天赶快来排，有没有老师今天要讲的这个议题，孩子不理人的这些状况，好，你有没有发现有这些状况呢？好，先来点个名一下。林怡慧说有这样的小孩。Nancy，Hello， 晚安，有看到你。好，艾玛亮 ，Hello， 好，于真，怡慧，田川婷儿 ，Hello， 下午有看到你的留言。好，有嘛？是不是有？有没有这种不理人的？你叫他都不理人、不回应的，等等这样子。下午有郭美仪妈妈说，快3岁的孩子叫他都故意不理，尤其是睡觉前、洗澡前、出门上学前。好，那他还讲蛮好笑，说爸爸也是一样，很常叫不动，所以他每次骂小孩的时候呢，他都骂说你就跟你爸一样啊。我必须要讲，今天要讲的是其实不一样，其实不一样。大人是已经习惯跟麻痹了，然后所以失去了做事的动机。小孩不是，小孩有3大原因，待会你听了就知道。然后还有妍希跟慈福妈妈说家里面有3岁的，也是常常都不理人。好，子瑜妈妈说学校老师说儿子都有听到他的指令，好像都有听到他的指令，但是都不太配合都不太配合很多事情都要老师讲好几次，这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好，这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好，来赶快进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到底是不是自闭症？到底是不是教养的问题？你一定要知道，不理人不看人的，好，或者是你也觉得说故意不理人，你叫他的时候他会直接就跑走的，直接跑更远的，好，然后选择性耳聋有啊，好 ，Julia 你说选择性耳聋也是啊，他待会有方法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也是啊，耳朵自动屏蔽，也是。好，这些都是于轩妈妈说满2岁以后就开始都不理人了，就做自己然后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好，志婷是爸爸和妈妈，你说2岁多，目前在接受早疗。好，来我等一下帮你们分析
好，帮你们分析到底是真的有问题，还是该怎么样教。好，我们来看看常见的一些状况，好不好？孩子不理人、不配合，常见的10个镜头是什么呢？好，第一个，叫他常常都不理人，有没有？有没有叫他？常常都不理人，叫他名字了，但还是不理人，一定要弄到人家很凶的时候，可能才会有一点点反应哦。好，第一个，第二个，对大人的话，你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点都爱理不理的。好，第三个，常常顾着做自己的事情，然后都没有在听。好，那第四个是大家常常在问的，2岁孩子不理人。有没有现场有没有2岁孩子的爸妈？好，来稍微讲一下。有没有？好，你们有没有发现上了2岁以后就开始有一点不太理你了？你在叫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在1岁多的时候还蛮好 Q 的哦，到了2岁了以后就不太好 Q 了哦。有的话请跟我讲。有没有发现到了2岁多以后就不太好 Q 了哦？好 ，OK， 好，所以这叫2岁的不理人。好，第5个是也常常被问到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不要逼打招呼，但是他就是不肯跟人家打招呼。他就是不肯跟人家打招呼。好，有没有？有的话你们写下这个号码。你们的小朋友是哪一种呢？有的话你就把它写下来，好不好？好，来再来下一个。好，第6个，选择性的听不到，有吗？你们刚才有讲嘛？选择性听不到的，有的写6。好，叫他吃什么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就可以听得到哦。好，叫他做事情的时候，做该做的事，每天都要做的事，就选择性听不到哦。他不配合。好，再来第7个。第7个，我觉得就需要今天真的是需要好好上一下课了。今天没有来的，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一定要进来听，因为今天在讲的是，你看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讲一个不理人，孩子都不理人等等，不好教等等这样一个状况。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孩子的社会发展。孩子的社会发展，那因为这个有点深，所以我不敢就直接告诉你说我今天要谈社会发展哦，那才不会有人听呢。但是这个不理人有些时候跟他的社会发展能力是有关的。像第7个就是有很多的孩子，10个孩子里面来我这边有4到5个孩子有这种眼神上面没有对焦跟没交流的。你有没有发现？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好，英语老师 ，Hello， 晚安。好，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孩子有的时候都不看人？老师的问题很简单。跟今天的整个主要的主轴很有相关，非常相关。在谈的是幼儿的社会发展，很少人在谈幼儿的社会发展，但很可惜，幼儿就是有他应该要有的社会发展里程碑。好，老师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大家稍微回答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孩子有时候并没有眼神的交流，或者是没有在看人，就这么简单？有没有？有的话，按表情符号，或者是让我知道。对，真的没在看人，都没在看，跟他在讲，他都没有在看。好，第7个太重要了，画3个星星。好，画3个星星。到底要不要去评估？我待会跟你讲，到底需不需要到了要去评估的那种程度？我等一下会跟你讲。听完1集你全部都懂。好，在第8个，教他讲话他就是不开口。教他讲话，他就是不开口。我上礼拜也才评到一个妈妈很急，就是说他已经3岁了，但是问题是就教他讲话，他就是不开口，他就不配合。好 ，OK， 然后在第9个，告诉他要怎么做，好，他都不会听。第10个，指令不配合，甚至有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来跟我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也被老师反映，有些活动是不配合的哦。有些活动是不配合的哦，不理老师哦。好，那都在做他的事哦。好，不太配合活动哦。好，有的话就继续听下去，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等一下大家了解的东西真的是太重要了。好，所以我等一下开始讲的是不理人不配合的这些原因。不理人不配合的原因。好，来一个一个来下一张。第一个不理人不配合的原因，第一个叫做年纪。你们猜猜看。不理人不配合的年纪最高峰是在几岁？好，跟各位报告哦，有没有人要猜一下？好，不理人不配合，不理人这种就是常不理大人，常不理父母，好，不配合。我们先排除青少年，因为那个是心因性的啊，那个就是到了那个青春期的那个时候啊，就是觉得很碎念啊，你跟我讲话没有共同的频道啊。
然后啊你管很多啊，我觉得好烦哦，等等的，那个不理人，那个我们是可以了解的。不过那个最难懂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跟青少年的孩子去沟通，但是那个原因其实比较简单，越小的越困难了解，为什么呢？为什么都不理人呢？好，你们觉得，你们觉得就是不理人，都不理人的这个最高峰的那个时间是几岁跟几岁？好，来，杰伊妈妈说4岁5岁，好，梅吉妈妈说2岁，雅萍妈妈说4岁，好，慧满妈妈说4岁，好，蛮接近的哦。好，来，芥末，好，3.5岁，好，秀仪妈妈5到6岁，好，4岁有他的想法跟做法，就变得突然有想法跟做法。陈怡珍说5岁，好，Julia 说4岁，好，来公布答案哦，好，答案是2岁跟3岁是高峰，2岁跟3岁是高峰，是不理人的高峰。好，来，2岁跟3岁，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年纪的特质是什么。好，你看看，你听听看，我刚才讲，我等一下讲的东西是不是2岁3岁的时候的小朋友常常发生哦？不想被规定啦，不想被限制啦，不能等待啦，顺序不能改变啦，坚持自己来啦。你越教他，他就越不给教。你说我怎么那么顺？好，每天都在处理这一群小朋友的这些行为的这些状况，每天都在教很多父母在处理2岁3岁的小朋友的这些问题。所以啊，不想被规定啦，不想被限制啦，不能等待啦，顺序不能被改变，坚持自己来。你越教他，他越不给教，有没有讲对？有没有讲对？好来，所以2岁的赶快上来，现在500位爸爸妈妈赶快上来，再多一点。来听听看，2岁、3岁是高峰，他有这些特质，所以我刚才有讲到，不想被规定，不想被限制。当你的规定限制越多的时候，我们举例来讲，吃饭，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你要开始规定跟限制要怎么样做的时候，或要吃多少，要怎么样吃，每个东西都要碰，然后呢，你什么东西都要夹的时候呢，他就跑给你追，好，所以我们不要掉到那个洞里面去哦，你要了解那个年纪的发展特质，你就不会做错方向。那我不是说不能定规矩，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说，我反而是觉得从小就要定规矩啊，对不对？可是有些东西你不要10件事情里面，你9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开始想要很多很多的限制跟控制。这样子的话，2岁跟3岁的话会跑给你追的时候就是不理人，好，所以这个要教养对哦，这个要教养对，好，所以这个叫做年纪，2岁3岁是高峰，这是第一个原因。那如果你要问我说另外一个高峰，还有另外一个次高峰，当然一样，我刚才有讲，排除青少年时期，的那种不理父母等等的，第二个高峰的那个不理人的那样的一个时期啊，我跟各位讲，是大班跟小一，因为他们开始渐渐的长大了，如果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权的时候，或者是不被尊重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严重的不理人，这是第二个次高峰，但我觉得两岁跟3岁比较难懂，稍微比较难懂。那我们刚才讲的5、6岁以上的时候，当然是需要更多的那个沟通，因为他们比较能沟通了，好，但2岁跟3岁因为就有那样子一个特质，不想规定，不想被限制，不能被等待。所以你越教他，他越不给教。你有没有发现，你越叫2岁多的小朋友讲话，他越不讲话，有吗？好，一位说我可不可以开青少年的课？可以啊，可以，我有在安排了跟青少年沟通的课我有在安排。好，还有人需要青少年的课吗？好 ，OK，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2、3岁的时候，你越教他讲话，他越不讲话。所以等一下我们谈到教养应该怎么教。好，教养应该要怎么教？你越教他讲话，他就越不讲话，有没有？有的话按表情符号或留一下给我知道说，老师真的我教的就是这样子。好，真的你越教他讲，他就越不讲。好，523位爸爸妈妈，好，真的是这样。再来下一个原因比较难，下一个原因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好，
不理人不配合的原因啊，好，是大脑的社会化发展上面啊，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一个状况。有一个东西大家写下来，叫做共同式注意力。待会我有一个图要跟大家讲，共同式注意力，就是这个问题。共同式注意力，共同式注意力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注视在同一个焦点上面，或者是我会吸引你到我的世界里面来，或者是我会被你吸引到你的世界里面去。这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理人跟等一下要讨论的自闭症的小朋友啊，就是很难有这种共同式注意力。所以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的那个阿公阿嬷那个孙啊？好，我评估完了以后，我就发现那个孩子就是共同注意力差，导致他不理阿公阿嬷，或者是没有接收到阿公阿嬷的讯息。好，没有接收到教养的讯息，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走在平行线。所以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孩子都不理我？对啊，我教他做什么他都不做，等等的，很难教。因为你的教养的这些资讯没有进去，当你没有进去的时候，他更何况不要说他有懂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来了解社会发展，幼儿的社会发展，了解大脑上面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来，导播，我们先到下一章，一样哦，脑科学与教养，共同式注意力的发展，在这一张图里面呢，我要告诉各位，共同式注意力其实有先天的研究，上面的这个大脑的这些区域啊，代表的是共同式注意力。好，这个黑色的这个框框叫做主动式的 JA 网络。什么叫主动式的 JA 网络呢？就是我会 cue 你过来到我的世界里面来，我会要你来理我，我会要你来理我。好，第二个。这个两个三角形就是菱形啊，菱形这一个叫做反应式的 JA 网络 ，JA 就是 Joint Attention， 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共同式注意力。什么叫反应式的 JA 网络呢？就是你 cue 我的话，我会理你，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会理人，会理人。好，这个会理你，反应式的 JA 网络。来哦，我们来看看哦，这个是婴儿哦，这是婴儿哦。在婴儿里面的大脑的这些研究里面就发现有啊，他们都有这种跟人的共同式注意力的这个网络啊，而且他们施测的时间很早，6个月的 baby， 6个月的 baby， 有些都还没有会学坐，或者是刚会只是这样撑起来而已。他们进行了这些实验以后，就发现婴儿就有好，婴儿先有的是什么？先有的是反应式的JA 网络，就是你 cue 我，我会有所回应。好，你 cue 我，我会有所回应。你 cue 我，我会观察你。你 cue 我，我会被你逗得笑呵呵。好，所以我会理你。主动式的 JA 网络，有些研究做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在8个月到9个月的时候，是可以做出来说有孩子有这些等等的。其实我们在研究大脑那么久我必须要讲，在这个里面啊那是脑科学还是会有它的限制啊，不然的话一定更小孩就有了。这个主动式的 JA 网络呢，好，所以在8到9个月以后就会开始有。你看这么小的孩子都有，婴儿就有。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儿童跟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啊，哇，这个开始的这些我们讲的共同式的这些注意力啊，好，那大脑很多的那个重要区域就开始再加进来更多了，包括有一些情绪区域啊，或者其他区域啊，全部都加进来一起做工，就一起做工。所以到这边的时候，都应该是还有。这里面从婴儿到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时候，需要经验去建立这些网络上面的这些连接。所谓的经验就是游戏啊，就是互动啊，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跟他玩啊，然后他的社交啊，然后呢他在团体里面与人互动的这些经验啊，对他讲话啊，等一
下要讲的互动式语言啊，等等这么多。好，所以你知道，当一个孩子在共同式注意力上面的话，本来就天生就有啊。那为什么中间的时候常常会发生这种不理人的那个状况呢？可见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东西是没有注意到的。好，来，我们回到上一页。好，那在整个大脑社会化的发展的时候，我有三个小提醒。这3件事情有做到的话，就可以刺激幼儿的整个社会发展，也可以减少孩子不理人、都没在听、都不配合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你如果有听到，你自己做一下小笔记哦。这些小笔记的话是给你自己看的，因为这些影片啊，这个现在一下子就会不见了，所以这些是要给大家自己留下来的哈。第一个当然是刺激这些共同式的注意力。那刺激共同式注意力的做法是什么？刺激共同式的注意力的做法就是你要跟孩子啊，你要跟孩子有第一个，他要跟他要有一些互动是最重要的，跟孩子有互动最重要的。我举例来讲，我们在讲绘本或者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都会念绘本或故事给孩子听。可是这里面我们要刺激共同式注意力，就是我要 cue 你呀，我也可以让你 cue 过去呀。我们2个应该要在同一个焦点里面啊。好，来举例来讲哦。好，如果我们再翻到这一页的时候，这是慢吞吞英雄嘛。好，我的带法是这样。我的带法是这样，我会问他说，请问，请问当归觉得说当归说。到底哪一个消防栓可以去灭火啊？哪一个啊？你知道，在旁边看书的小朋友啊，我们就想要 cue 出他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好，他讲这个，这个。那这个时候呢，就轮我了，发球权就到我身上，我就会跟他讲说，是吗？是这个吗？我们来走走看哦。好，你说这个哦，然后会带着他的手一起走。好，然后来，我们来走走看哦，是不是嘞？哦，绕一圈哦，哇，真的是耶！你好棒哦，真的是哪一个？然后他说这个，好，又回来了。这样子一来一往，的这种互动式的这种练习，就在刺激他共同式注意力。所以有人被动的讲书。被动的跟孩子讲，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也会刺激他的一些语言的发展，让他累积很多语言的智慧跟词汇。但是更好的方式是，我们在带领孩子的过程中，是一直在 cue 他的反应，看他的反应，跟他对话，然后有目的性的，有一点小目的性的，然后再引导这些，就希望他是有回应的。他不要只有一直翻，但是他都不跟我互动。好，所以有时候你还可以再更好玩啊。孩子明明都知道 B， 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应该是这个吧，当归应该觉得是 A 这一个消防栓吧，然后呢，应该是 A 可以去灭火吧，应该是这一根吧。那你就会 cue 到孩子的一个反应说，不是他啦，他不是。他不是，然后大一点的孩子的话，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不是这一个哦，这一个不行哦，啊，真的不行吗？你要不要走走看？他说，他就会开始去照着你的那个意识开始找，哎，哇，真的耶，你讲的是对的耶。哇，这个消防栓到这边呢，没有到那个失火的那样子一个村庄哎。哦，你好棒哦。那我们再来试试看 C 吧，看可不可以？他说不是这个，真的不是吗？爸爸不相信，我来试试看哦。哇，也没有救到，也不能让那个球，也不能让球龟拿到。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那个互动的那个过程中，会练到很多的我们刚才讲的共同式注意力。你看，光是一个阅读的一个活动的进行，就在帮他训练他的社会能力，就在帮他训练他的专注力。好，所以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呢？所以有的时候，还有人说不开口的话，要怎么做呢？不开口的话，他只要有所回应，你还是练到共同式注意力。
不要强迫开口，来写下来，不要强迫开口，用自然而然的游戏，它就会开口，自然而然的游戏，它就会开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有些事，然后有第二个，及时回应孩子，及时回应孩子，千万不要，孩子在 cue 你的时候，结果你都没有回应哦，或者是你在看你的手机，或者是你在做的事情，做你的事情，这样子会让你什么？这样会破坏孩子的社会化发展。所以及时的回应孩子。可是老师，你不是说要训练孩子等待吗？是啊，训练孩子等待。可是你可以跟他讲说，好，那你数到10，你数到10了以后，或数到30了以后，妈妈等一下就会过去帮你讲一本故事书。好，也训练他等待。他在等待的过程中，他眼神还是看着你，他很期待，这个也算是训练到共同式注意力。所以有时候要及时的回应孩子，有的时候要训练孩子等待，但是基本上都跟他四目相交，基本上都跟他产生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500多位爸爸妈妈这样子有没有懂呢？好，所以要自然而然的游戏哦，及时的回应，互动式的回答。我再整理一次，自然而然的游戏。如果有帮我写下那个笔记的同学的话，我会很感谢你。好，因为有很多后面进来的同学不知道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好，如果要训练孩子的大脑社会化发展的话，自然而然的游戏，及时的回应。好，然后呢，常互动式的回答。常互动式的回答，还有一个东西也很重要，叫专心的陪孩子。写下来。专心的陪孩子，专心的陪孩子，就是在刺激孩子的大脑社会化发展。好，所以这很重要吧？好，再来第三个，好，孩子不理人、不配合的原因，有一些是跟教养有关，这个大家就需要听了，这就是需要听的。好，有一些是跟大脑，有一些是跟教养的方式有关，在教养方式里面呢，有几种，可能会让他更不理人，可以写下来，过度的专注，过度的就是专注孩子，过度的专注在孩子身上，你就会不知不觉想要控制很多事情。你说我没有，但是我说那都不知不觉的，过度的专注在孩子身上。好，第二种教养是什么？第二种教养就是帮忙他太多，你说帮忙他太多会为什么？因为帮忙他太多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不要。他有可能不要。如果在面临2岁不要的那样的一个时期，或者3岁为什么的那样子一个时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更不理你。孩子会更不理你。好，所以不要帮太多。然后第一个，不要过度的把注意力全部都投射在孩子身上，让他变成产生那种控制的这样子一个教养。所以控制型的这个教养会阻碍孩子的社会发展，会让孩子更不理人，好，所以然后还有什么？在教养上面还要提醒的就不要常常带有那种焦急的这种口气去跟孩子说话。有时候可能我们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就会常带有那种很急的那种情绪啊，等等那的口气去对孩子说话，那孩子会侦测得到，那他可能就会不理你，因为他逃离这种情绪，这也是有关系的哦。好，然后大一点的孩子，我的提醒就是说，不要孩子一挑战底线的时候，就是孩子一挑战底线的时候啊，对，这个就是我等一下讲减少控制的语气嘛。专心陪孩子玩，我刚才有讲语言双向互动，在这边呢，刚才没讲到就是这个减少控制的语气嘛。减少控制语气里面，我们就来讲，如果你家的孩子是比较大的，譬如5岁、6岁、7岁，然后8岁小学生了等等的，不要他一挑战底线的时候，我们就大声写下来。不要孩子一挑战底线的时候，我们就大声。我知道这很难，但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你说我讲的对不对？不要孩子一挑战底线的时候，我们就大声，因为他一挑战底线的时候，我们就大声的时候，孩子就会习惯变成要逃离这种被大声、被吼、被凶等等这样的一个情绪。久了以后，他就会麻痹了以后，他就会不想要理人，他就会不理你了。
就不理你，或者是产生不配合的那个情绪。好，所以这个叫做减少控制的那个语气。不要什么，刚刚老师讲的，不要孩子一挑战底线，孩子都会挑战底线，每个孩子都会，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但是不要孩子一挑战底线的时候就大声。你如果跟我讲说，老师我已经耐心尽失了，我已经忍他很久了，等等的，那我觉得我有跟你们讲，我觉得可以凶啊。我没有说连凶都不可以，或者是连严厉一点都不可以，哪有？这个绝对不是我教的。如果连这样子的话都不可以的话，那要怎么样教？但是不要他一挑战的时候就大声，不要一挑战你的底线的时候就大声。你可以先好好的说话，你可以先远离那一个战场，你可以先自己去冷静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先减少你可能蹦出来的那种控制的那样子一个语气，这个东西都需要学，没有学绝对不会，因为我常常在讲，我们会用反射的方式去教小孩，因为我们是被这样子教长大的啊，你同不同意？对啊，以前的爸爸妈妈，我上礼拜不是有一张图很好笑吗？对啊，以前爸爸妈妈在教我们的时候，然后就说你如果再怎样，数到3我就扒了。然后现在等到他们当阿公阿嬷的时候，其实都很爱孙，都很疼孙啊，怎么差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以前被教养的那个方式，就是那种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然后在一种控制型的这种状态里面叫你要去做事情。你说王老师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更要去改变这个跟调整这个啊。好，所以千万不要孩子一挑战你的时候就大声。好，继续修行。对，陈小凡说继续修行。好，谢美玉说先远离，还要学习。好，那就来学习。好，徐小姐说，哈哈，我现在跟我爸爸妈妈都一样。是啊，我们都会被感染啊，我们都会被原生家庭的教养来影响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学习，然后慢慢的去改变。慢慢去改变。教养没有绝对好的方法，但是有相对好的方法。我们坐在这边就一直在找相对好的方法，你同意吗？我们都一直在找相对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全部都照单全收，照着上一代的方式教啊，不然的话，时代在进步，教养没进步，这怎么得了？好，再来下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自闭症 ，ASD，ASD，自闭症，这个要小心，有些孩子的不理人，眼神没有交流，他可能是自闭症。如果这个东西你不知道的时候，结果就 miss 掉，就错过了，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那个危机耶，因为这跟发展有关呐。好，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偏教养那个部分，但的确有些孩子，他真的有自闭的倾向或自闭的特质。其实，在自闭的这样子的一个 ASD 的这样的一个诊断里面有几个特质，你们自己要自行观察一下先用前面的引导方法，包括我刚才讲的自然而然的游戏、即时回应法，你要专心陪小孩，要常常用互动式的这样子一个回答，然后减少你控制命令的这些要求，来增加共同式注意力。前面先做哦。做完了以后，你还是觉得效果不好，你要注意这个哦。4点，自闭症的四个比较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在 DSM-5 就是诊断守则里面整理出来的4个特质。第一个，社交情绪的互动是异常的，双向沟通有问题，双向沟通一直有很大的那个问题，而且社交情绪上面还有互动上面是异常的，不是你认为互动异常而已。他到学校去跟其他小朋友互动也是异常。他到一个陌生情境里面去的时候，他总是还是平行游戏，还是平行游戏。这个最好要在3岁以前可以观察出来。那如果3岁以前一直观察不出来的话，我觉得最晚也要在4岁以前要观察出来哦。在4岁以前要观察出来。好，所以这个叫做互动异常。好，平行。第二个，语言及非语言的沟通差。语言我们可以了解，非语言的意思就是说我比手势，我做表情，我有情绪等等，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还是一样不能很懂，或者是完全都不能被我 cue 到等等这样子的，这是第二个特质。第3个特质是发展人际关系是缺损的，对人缺乏兴趣。
那我们常常听到很多 ASD 的小朋友啊，喜欢看车的轮子啊，喜欢看电风扇转，或者是一直在重复的一直玩开关，那是第4个。局限重复的一些行为会开始产生，会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好，那这些东西对你的观察都非常非常重要哦。如果他一直都持续这样子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刚才也用了我刚才在讲的共同式注意力的方法，你刚才在带着孩子念书的时候，也尽量跟孩子互动，希望能 cue 出他的那个反应，但是孩子的眼神还是不在上面，或者是定不在上面的时候，然后很难产生双向的那个沟通的时候，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就要注意到这个。那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如果维持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建议一定要带去给发展专家或者是医师，做一个评估跟检查。好，不要害怕评估啊，真的不用怕评估。好，这个其实是对小朋友好的，所以应该要早一点。那当然除了自闭症以外，不理人跟不配合，如果还要再谈到其他，当然还有可能有发展迟缓，也有可能有些孩子有过动症。为什么？因为他的注意力也是很差。也都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原因，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也就是自闭症，就是 ASD 的这一个部分，好要小心哦，这个东西要小心。好，来今天呢，好的不理人不配合，主要就是4个很重要的原因：年纪，几岁跟几岁是高峰，2、3岁是高峰，大班以后到1年级、2年级的时候又是一个次高峰，又是一个次高峰，他们会有年纪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好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要好好的去跟他们沟通。好，那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我们要减少控制、命令、要求，因为他们是很敏感的。再来，大脑的整个社会化发展，刚刚秀的大脑图你就知道，在很小的 baby 其实就有哦，所以他们需要经验。那经验怎么做？我刚才你没听清楚的话，你自己回去再看。这是第2个，大脑社会发展要刺激共同式注意力。好，第3个，教养方式我们要改变一下，有时候因为教养而让他更不想要听我们的。好，第4个，小心，会不会有自闭的倾向呢？会不会有自闭症等等这样子？那如果你家的孩子有自闭的倾向，或者是有自闭症的话，那我跟大家讲，共同式注意力还是需要训练。刚刚带绘本或带游戏等等那样的一个方法，也是在训练自闭症的一些方法。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做，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做，而不是强迫他们做事。自闭症的孩子没办法让你强迫，他只要侦测不对的时候，他会远离你，然后他就不会听你的了。然后呢，他甚至还会把这个错误的这个反应啊，会记住，所以以后呢就不去这个情境。这就是他们大脑先天设定的敏感度。好，所以这个是自闭症。好，来下一章。好，来，所以训练共同式注意力是不是很重要呢？好，我今天找了一些东西啦，我觉得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去看看介绍。好，这个是全面通气，这一个桌游会训练到观察力、专注力、团队合作跟策略思考。好，这个是疯狂栅栏。好，那这个桌游应该有蛮多人有的吧？我在挑这些教材的时候，训练共同式注意力只有一个原则。第一个，大家一起玩；第二个，在这一桌一起玩的人，或者是在讲要观察别人，要观察现在这一个游戏里面的共同目标很重要。这个一个疯狂栅栏，有训练到合作力的哦，然后再来神奇小马训练到团队合作，然后也训练到策略思考，也要去看一下，要去训练轮流等等这些社会能力，这些是我挑出来的，你可以扫描这个。来看看这些教材的这些介绍，我觉得是我们在教室里面啊，在训练有共同式注意力问题的小朋友，常常都不理人、不配合，然后呢不跟从，不跟从，然后不反应等等这一群小朋友，好的一些还蛮好的一些小教材，好不好？来，还有，好，这个也是啊，神奇魔杖、慢吞吞英雄，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好用。这是亲子互动式的游戏绘本，所以互动式游戏绘本其实不多，我们要把它找出来。互动要带领孩子去互动，这2本都是要互动的。这种书就是要互动的，把它找出来。要互动的才能练到我们今天讲的那个
分那个共同式注意力，要互动的，要被 cue 的，要回应的，要眼神上面的这些交流的。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是不是很实用呢？连刚刚的那个自闭症都帮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共同式注意力。我们过去没有讲过，所以你说我发现不理人这一集我竟然没有讲过今天补了这一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请给我们一些表情符号，或者是给我们多一点鼓励哦。好，那加入天才领袖的这个 LINE 啊，我们的社团里面啊，可以扫这个，然后加入社团的话，我们会送你今天如何增加孩子社会能力，如何增加孩子共同式注意力的教养文章。有没有人想要索取这个教养文章呢？扫这个的话就送到你的手机里面去啦，够方便吧？而且都是免费的哦。好，所以一定要赶快到我们的社团里面来，因为在这边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很难拿到文章，或者是很难收到一些教材。加进来了以后马上就有了。希望今天这一集能帮助到你的孩子，以后会理你，然后呢能被你 Q 过来。然后眼神可以跟你互动，然后可以产生共同的话题，会有双向的沟通。好，如果你觉得很实用的话，记得给我们一些鼓励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